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光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有之，大家好。好，那选战那已然开打。好，那现在各地方呢，尤其像台北市，好，你知道台北市从淹水，然后一直到现在，包括这2天大家在讲那个遮阳伞啦，所有这些，好，现在已经打到什么一个局面？双北这一局胜或在高雄那一局，那绿营的守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来，因为什么一直觉得高雄他们会是有希望的一局呢？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对于白营来讲的话，包括黄昌主席所面对到的一些在司法侦办的一些事情，那这2天大家又回想当时的一些，包括台亚国际啦那个前会的时间，好。对于不管是柯建主席或是黄昌主席来讲的话，这些司法案件能够轻易过关吗？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影响到蓝白和未来的一些状况。好，但除了这个以外，你以为大家现在真的认真是在讨论一个无人机要2100亿还是2400亿吗？为什么卢秀燕市长在明天要跟古立人之间2个要一起合体去讨论无人机这些？他是市长，对。但是无人机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他要表达他的一些的看法？其实包括韩国瑜到美国去访问回来，大家都在讲这些所有的局都是在告诉你，蓝营里面2028那局早就已然开打，所有的人在借着这样的方式告诉你说，我对于整个国家的未来，那我是有我的一些的想法的。更重要一点就是对蓝营来说，卢正真的有结盟吗？而那个结盟的目的只是在2028说什么只要党政吗？好。这所有的一切，那都让大家看到2026、2028的烟硝味，是吧？真的来讲的话，无人机讲是在讲无人机，其实它背后的政治意涵或选战的意涵可能更大。其实过去几年选举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造王者啊，造王者谁是最好的辅选团队，谁在选举的策略最好。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选举要谈的是造局者啊。但是造局者不是郑丽文，完全不是，因为你会看到无人机条例，国民党也有版本了，什么民众党也有他的版本，行政院有版本了，所以会进入一个这些版本和里面内容的一个讨论。但是不管怎样，大家都是要挺无人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才是造局者真正的造局者就是你郑丽文要去造局。结果呢，韩国瑜被美国请去之后，美国用国瑜来破了郑丽文的局。但是韩国瑜去了以后，韩国瑜跟强生众议院院长谈什么？有些细节没清楚。国民党的立委都好几个在旁边他们大概也听懂了。然后再过来，明天呢，卢秀燕要跟古立人无人机论坛了耶。这个时候对不对？也是无人机，所以谁支持无人机，这个部分就会得到真正全世界目前的老大哥，他比较信任的眼神。OK， 这个当然很重要了。而事实上，台湾社会对这无人机也很 care。第一件事情是我学理工的嘛，我本来就机械的嘛。中台湾我认识很多朋友，甚至很多同学，其实他们里面最爱谈一件事，什么事情？谁说台湾机械业里面，台湾的工具机里面做不出比大疆更好的无人机？是因为没有市场。那现在美国、全世界都在做无人机，台湾有没有办法继半导体之后？产生一个新的第2座护国神山，其实他们很期待，所以无人机在产业方面，尤其是台湾最近的产业有点那个偏移嘛，全部在半导体。现在如果有第2个产业，会不会让更多人可以投入？所以他们在乎，而这些人在乎，他们有很多是中小企业，那他们的影响力照顾很多人生活，也照顾很多要选举人他们的政治现金，包含是上个礼拜5。何欣纯6次鞠躬，拜托江启臣不要挡。那件事情对选情就很大的压力了，江启臣就很大压力了，所以卢秀燕卢妈当然要出来挺无人机，照顾无人机。所以无人机其实现在在社会上，而且都大家也看到了嘛，没有无人机青年上战场。所以你在选举上，你这个谁挡无人机，你是跟那些投票的爸妈跟那些年轻选票站在对立面啊。所以。无人机其实，那现在你讲说到底是特别条例呢，还是年度预算？坦白讲，这个立法院去谈，社会上不会太在乎，因为竹科当年就是年度预算，所以也可以啊。然后至于是不是2400亿、2100亿，或者是赖士宝还要再加500亿，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都在加码嘛。那就是知道无人机是不能挡的，谁挡谁就没有选票。那至于细节，礼拜五以后怎么复委，怎么去谈，那是一回事。那各位为什么大家这么重视无人机？因为全世界都看这个潮流了，对，而且打破了一个2战以来的一个钢铁洪流的神话。现在乌克兰在大反攻到。石油大国普丁呢？普丁都承认，他们现在虽然有原油，但是没办法提炼，因为就是炼油厂被炸，所以他们现在是全俄罗斯有53个地区，包含西伯利亚，加油站里面汽油是要排队的，俄罗斯要排队点，然后克里米亚也陷入了能源危机，然后现在还不止如此，开战之初，俄罗斯以前的红色暴风雨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摧毁你的所有通信网络，然后后来是那个星链计划救了他们。现在乌克兰大反攻，开始的是炼油厂炸了好像90%了，然后现在开始要炸苏俄罗斯的整个通讯节点。现在变成是俄罗斯在有能源危机之外，恐怕还有通讯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对俄罗斯的军人来讲，以前北极熊出没，生人勿近来，现在你会看到的是。你会看到这个画面在网络上传了很多一个俄罗斯女兵在那边看到无人机，双手合十，求你不要攻击我，因为目前为止3年多快4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根据公开的资料，私下的还不知道，北约的估计战损125万到132万之间，然后阵亡的是25到32万。然后他们新兵都补不上，然后这个东西还不重要。过去俄罗斯让欧洲很害怕是什么？就是钢铁洪流，动辄就出动1万辆、2万辆坦克车。目前俄罗斯的坦克车被打掉的1.2万辆，装甲车2.5万辆，库存2088辆，他们这个是兰德智库公司前期阵子公布的，库存的72%也拿到战场去了，现在堪用的。这听了我们就觉得很心酸，一个坦克大国，然后结果他们现在堪用的是 T72，T54，这个是韩战、越战期间、中东战争期间，俄罗斯什么时候你的钢铁洪流都变了，然后这个东西倒是俄罗斯的惨状，那也是证明了一件事情：现在的战场谁有无人机，谁就可以减少牺牲。你就算是钢铁洪流。就算是坦克车在1战、2战无坚不摧，现在告诉你根本都没有用。所以呢，不只是这样子，英国呢，英国现在就想，那北约里面呢，只要有出事，北约首当其冲就是英国嘛。那英国每次都很重要，所以英国呢也投入了2100亿，50亿英镑要发展无人机。日本呢也投了900亿日币，也要发展无人机。南韩呢最近跟乌克兰的那80家厂商里面。会面也在谈南韩要做无人机，所以全世界现在都发现，如果你要保护自己，又有一个全世界一个新兴的，而且看起来未来会快速成长的一个产业链，就是无人机。那台湾呢？那台湾在这个时候你就现在回来了，所以今天的关键是谁能够让台湾现在在飞鸿供应里面占的优势，快速取得全世界都在无人机浪潮里面的一个地位，它就一定。人家觉得你是真的爱台湾，你真的为台湾，也就会有选票。OK， 刚刚创下讲说这些，你表面看起来不管是无人机啦，或是防美啦，所有这些，那重点是在第一个话语权，第二个就是有选票，因为表示你是真的跟着台湾主流民意，或是爱台湾往下一路这样看，那谁都不会跟着民意对干。但任俊，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包括你现在看到，不管卢秀燕含2400，有人说话语权先拿到，明天跟古立言之间的论坛也是让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国政型的问题，它不单是台中市政的问题喽，它就已经这样。那某种程度，大家讲说，国民党内部为什么最近看隐隐然？卢正是不是真的某种程度有要结盟？因为包括韩国要出国以前，卢秀燕请，除了上午碰面，下午请那个郑耀兴，然后一起去送机，所有这一切，其实最大一个背后因素就是2028，不管咱们谁出来，但是可能郑丽文不要吧，是这个意思吗？先从这张照片说起啊，大家对这个照片应该还蛮有印象的，因为这个
卢秀燕之前在所谓的军购案的这件事，军购那一次，对，这是在5月7号的时候，郑丽文到台中去找卢秀燕，特别去，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讲说卢秀燕的态度跟国民党党中央态度不太一样，因为那时候国民党一直认为说这个1.25兆的部分事实上是不可能达成的，所以那时候数字非常多嘛，那卢秀燕一直认为说最少你要8000亿起跳，这是他一直坚持最底线，你就是8000亿以上啊。那所以后来这个5月7号的时候，特别PO了一张照片说这个郑丽文，而且他这边发文说，我特别去拜访卢妈卢秀燕市长，而且呢提供非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会相互扶持、相互打气啊。这是这个基本上文字的部分就先跳过去了。OK， 但我觉得不能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啊。但最少按照最近这个最新的这个国民党内的访谈的要点来说呢，我相信卢郑还是朋友。但最少按照最近这个最新的这个国民党内的访谈的要点来说呢，我相信卢郑还是朋友。但会不会是闺蜜，这个就是个好问题了。因为老实讲啊，你说台中马上要办这个无人机的那个论坛嘛，我想很多人是没办法去参加的。可是你何时看到办这种论坛买到全国性的广告？我跟你讲，台中就这样干。古立委明天跟卢秀燕吗？没有。你如果再仔细回想一下，韩国瑜去美国的隔天早上，古立言就跟江启臣直接早餐会了，所以这一块现在对于整体上面来讲台中当然希望抢占这一件事情嘛。很多人在好奇说，到底无人机到底对我们重要在什么地方了同样回到国民党这里面，你不觉得这个国民党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剧中剧啊？每一个人内心都有很多的戏，但是对外的时候要表现出另外一场戏，然后这个戏呢就是一环扣一环，一句套一句。刚刚提到这个照片，卢秀燕当时要访美的时候，不是抛出新闻吗？回来的时候告诉大家我军购要干嘛？我就是告诉大家讲是要8000亿以上，9000亿到1兆，9000到1兆吧，对不对？60号专访那篇，郑丽文隔天 PO 什么东西？我要访中哦，我要访美哦，接下来，我后来要穿川普哦，我什么都这样。你看哪一个不是这样针对来针对去？那郑丽文人还在美国的时候。韩国瑜这边丢出来是，拍谁，换我要去美国。韩国瑜一回来，换卢秀燕这边，不好意思我们有无人机论坛了啊，我们也要来搞，大家都在出招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刚刚提到说造局者，其实这个局就是美国的局嘛。卢秀燕的那一句话特别奇怪，就他期待能够做到党团自主。党团自主这4个字其实有很多可以联想的后面的1、2、3、4、5啊。第一个就代表现在上一次前面没有党团自主，前面没有党团自主嘛？那我就问一下，那后来通过了那个什么8、9千亿的那件事，7800亿，到底是谁的意念？因为郑丽文要求要3000亿啊，然后国民党也没有人敢讲说，没有，告诉你7000、8000是我们坚持的，我们还没有人出来敢扛这一块啊。所以第一个就是卢秀燕就强调说，我期待这一次是真正的党团自主，好，那就代表第一个上次没党团自主嘛。第二个。那是不是代表的是他有嗅到一个风，或者是那上面所写的？事实上，针对军购的立场这些，他也知道郑丽文绝对不会放开他那双手，所以直接告诉你说党团自主啊。第三件事情，党团自主的这件事情，其实会回向到韩国瑜上一次在军售案的时候，大家在问说，那你军购的时候，韩国瑜你做院长是什么态度？韩国瑜当时怎么说的？我是院长，我只是主持会议而已啊。我们是由各党团自主啊，国民党党团自主，所以国民党党团去主导，民进党党团去主导，然后民众党党团去主导，韩国瑜变得没有角色。上次是这样的。卢秀燕这时候你丢出，我期待党团自主，那是怎样？韩国瑜不能有角色了，你只能尽力嘛。那能尽多少力呢？那看老韩自己的表达嘛。所以你说是不是在这个阶段有说这个所谓的韩卢结盟啊？我觉得应该对，韩卢结盟嘛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对于韩国瑜本身来讲，他现在是立法院院长，那你接下来我觉得他回来看的是好，他能不能再有一次的不分区？愿不愿意给他嘛？党员愿不愿意给他嘛？
如果给他就不可能，就如果他今天愿意去接受不分区的这个位置，他一定会循之前的王金平的模式，我继续争取院长嘛。谁有可能说我今天不要了？哦，我今天没有不分区，然后我不干院长，我下去当个杨顺立了，我不觉得。就是他会看的是后面的布局哪一个，可是那个的局谁能够掌握？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有把握啊，因为那个会在党中央。所以这时候大家在这个阶段里面，大家互相做朋友嘛，互相把面子做来做去，我觉得 OK 啊。对于这个卢秀燕来说啊，其实老实讲，那个的心结其实来自于什么？其实根本你说是这一场会之后才有的吗？其实没有，在之前就有了嘛。也就是当卢秀燕拒绝去选国民党党主席之后，其实党中央的这一块，卢秀燕很明白的接收到了一个讯息啊。你自己不选党主席的，你也不要莽后面的党中央会给你任何的位置，因为很简单，你要嘛副主席嘛，郑丽文不会把这个东西给你，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在党里面有职务呢？你说市长卸任以后，对，就或者是你看像当时马英九的状态，马英九还有副主席团呢，郑丽文根本不 care， 郑丽文那几个他副主席只要搞两岸而已，他不会把当时马英九为什么会有副主席团？因为那时候觉得就是我要跟民意贴近嘛，所以我要把县市首长拉上来，全部都变成这个副主席。他用这一块，可是卢秀燕当时有明确接收到一个讯息，你这一块你死了这条心，所以你变得你只能靠自己。从那之后，卢秀燕的动作就非常大，但卢秀燕现在只做一件事情，我让大家看到美国人跟我站一起。我现在国内里面其他只要非郑丽文这一派的人跟我站一边就算了，我多了一个盟友。韩国瑜访美到美国去是用照片的方式来呈现。郑丽文到美国去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呈现，他只能嘴巴呈现说有我见到高层。卢秀燕干了一件事情跟其他人不一样，美国人站我身边，AIT 站我身边，这个真人现身的说法，你觉得他意在什么地方 ？OK， 现在看起来的话，侯子可不可以直接问一下，媒体上这一篇？郑丽文藏2028野心，卢秀燕拉韩抗郑，角逐总统布局。然后蓝营里面有一个说法，卢为了抗衡郑丽文的亲中路线，打算卢韩结盟征战2028。卢阵营私下透露，他们已经有共识，先挡下郑丽文，谁正谁负再来讲。所以国民党里面，尤其是有心进驻大位的几个人，唯一的最主要一个想法就是，咱们谁选都可以，就是不要郑丽文，是这样吗？我觉得国民党内的确有那种抗争的氛围，说大家第一个就是说，想选的人很怕重到2016、2020、2024，好，这3次选举都是党主席不是总统候选人，结果都出事情。2016换柱，2020是韩国瑜，2024是那个，然后因为中间还有因为郭董哈，然后搞到那个蓝白合搞到很难看，所以大家第一个都会不希望出现这个状况。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所有的候选人也很怕，就是说郑丽文会把整个国民党轴带到很偏激。好，你包括你今天来讲，像他这一次，因为议员是复数选举哈，所以大家复数选举，所以议员可能还不那么担心。对，好，对，好，因为我5%、8%我就当选了。好，那将来的立委选举是要50%加1。好，所以你说所有的候选人都不会希望有一个人一直在喊一个大家都不爱听的主轴，这个是事实。郑丽文知道吗？我觉得他知道吧，不然他这次为什么喊无人机呢？他之前以他之前在军购的时候的话，无人机好像也不应该这么的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是被拿掉的嘛，说要摆那个年度预算嘛。不是，是两回事。他这一次无人机相对积极很多啦。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的确党内有这个氛围，其实包括这是在这次的整个县市长选举里面，你也看到他有被变化的倾向，几个6都的首长就是不愿意跟他同台嘛，对不对？能够闪多远闪多远。6都的首长就是不愿意跟他同台嘛，对不对？能够闪多远闪多远，所以他现在都只能去一些，比如说花东这种地方啊，好选情比较稳的地方才会愿意让他去嘛。那我觉得的确有这个氛围。至于韩卢结盟这件事情，我要讲就是说，我觉得大家有那个默契，但是没有人是这样玩的啦。好，我们大家自己真的都已经用讲的，我们两个就没有这种，真是没有人在讲这么白的啦。我们俩先把它搞掉，然后将来我们两个在谁坐在说，
没有人这样搞的啦，好，而且再一个就是说，我今天这样讲就是说，所谓的谁正谁负之后再说，全中华民国最无聊的位置就是副总统啊，对不对？你告诉我说，我给你一个副总统，你不管是卢秀燕还是韩国瑜，谁要啊？你可以选，但是我不要副总统的那个位置啊，对不对？我不管做立法院长也好，将来做行政院长也好，都比那个位置好。怎么这那个这么 detail 或者说这么明确的结盟是一定不可能存在的。更何况就是说，你万一郑丽文不提名我怎么办？啊？什么叫不提名我？他可以不提名韩国瑜吧？你说那个立委啊？对啊，就不分区不摆他了，就不摆你，这当然可以啊。就当然这个情况，我以为你说总统，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有初选，有什么我都选赢了，你不提我，那不可能。你是说不分区啊，不摆他可以啊？对啊，初选我也可以拖啊。之前2016到2024三次的都是党主席，不是党主席，都是党主席出问题吗？对不对？你看，你去想想看，2024那什么悲剧啊！所有人都知道是侯友宜，结果居然可以搞成那个样子。那时候朱立伦还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就可以完成这个样子。所以你说大家会不会有一个默契，想要去阻挡，或者说想要去逼退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定有的。OK， 但是你说这么具体谈到那个，我觉得一定不可能。但现在看起来，明凤，郑丽文告诉你那个郑丽文现象是把民进党把游乐方吓得瑟瑟发抖，这个叫郑丽文现象。可是你从最近这些民调看起来，有很多人反而另一个角度讲，那个郑丽文现象是所谓的信任度的危机的现象吗？这对国民党好处到底在哪里？包括他到美国访问，他跟你讲他见了这个见了那个，然后人家还有参议员要出来亲口证实跟你说没有，他没有跟我见。所有这些对郑丽文来讲，他就算2028媒体上报道说他是有2028野望，但是这个野望你放到眼下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适合他有这个野望，然后实现要去打这场仗吗？我觉得他的企图心当然很大，你比如说他最近在跟这个无人机的东西，他自己也讲说下一个护国神山要国民党来护，那这个就是跟他自己的这个过去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啊。可是当卢秀燕讲护国神山的时候，他也跟啊，他也照跟啊，照跟护国神山嘛。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现在也是在看风向，不过他的糗事实在是太多了嘛。对不对？那你去完一趟美国，现在还在计较说你到底有没有看到谁啊？那比如说那个什么戴安斯的，戴安斯还透过南华早报去否认说他有见过郑丽文。那然后呢？那你陈以信去上那个光庭的节目，然后被光庭问说到底有没有什么见到谁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陈以信说你就去看脸书啊。然后还被光庭大发一顿脾气啊！那我叫你来干嘛？我们全部人都去看脸书吗？那怎样？那所以说，那其实那就是，我觉得陈以信就是知道他应该是见到他助理嘛。那戴恩斯他是在这个里面讲说，他看到的只是我的助理而已啊。所以说，我觉得陈以信做文传会，他不能戳破他老板的那个脸书啊。可是问题是，他就是真的没有见到人啊。然后他现在又开始吹牛说。他见到什么川普的什么大咖朋友，对大咖的朋友怎么样什么的但我不能跟你讲啊。对啊，但是问题是就说这个是南华早报的这个就说戴安斯的那个的声明，然后呢好，那你不能讲，那你就不能讲啊，我不能讲名字。但就是有那个大咖的朋友啊，那你就描述一下啊。我觉得很大咖。我觉得这个少来了啦。我告诉你，真没有人这样子玩这种游戏的啦。如果我见到你的大咖，我自己不讲，我一定会透过某个什么消息人去讲啊。如果有人描述一下什么样，他根本描述不出来啊。然后连见10个议员这样一个很普通的那个东西，连最后一个都要被嘲笑是在里头这个电梯遇到的算不算？所以说他整个就崩盘了。其实郑丽文在访问美国回来以后就大崩盘了所以说昨天为什么也有人讲说尹乃菁也走啦，然后那个董志生也出来讲说，你这样弄下去，你的金主就已经完蛋了他的金主就是 CK 杨嘛。CK 杨也对他有意见啊，所以说我觉得他美国这一趟呢是搞得
搞得他自己全垮的一个局面啊。那所以说，我觉得，那你说他去美国访问的这么糗，你觉得回过头来，你在中国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中国我会觉得说我白挺你了，你为什么会自己完成这个样子？然后呢，南华早报会刊登，就代表中南海可能有点意见。中国也很不高兴啊，我这样子婆婆踏踏把你扶上去，然后用什么尼克森的什么汤啊，什么规格，谁不知道最喜欢讲的什么汤，然后把你招待成这样，就你去美国我觉得中国对于他马上决定转头就去美国访问这件事情，就其实又非常有意见，然后他又在美国做这些所谓比较掉价的行为，我觉得那中国就觉得非常就是当然 CK 杨是一种态度哦。CK 杨的态度是不只是他自己个人的态度 ，CK 杨某种程度也是在传达对岸的某一种态度啊。所以说他当时支持郑丽文也是代表，大家也是在传说他可能就是比较。所以赵浩康会出来说，这个中共介入这个国民党的主席选举嘛，所以 CK 杨被认为支持郑丽文也是某一种程度表示某一个对岸在支持郑丽文。那你 CK 杨如今对郑丽文有意见，可能对岸对你也可能是有意见的，所以你现在还在讲这些我在美国事情或者怎样，那就没有用，除非你真的可以提出一张照片或者放一个话，然后对方可以承认的，那你才有救啊！不，你现在就明显输卢秀燕，输这个韩国瑜嘛。那卢秀燕现在连3番的大动作，她过去连党主席都不想跟你争，她现在连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主导权，她都叫大家不要听你党中央的。她这个不叫公然造反。你说党团自主这4个字，就是说不要听党中央的意思。当然啊，党团要自主啊。其实军购案到后来也是党团自主啦，也是后来也是没有听郑丽文的，因为郑丽文3800亿加 N 就没有就不同意嘛，所以后来傅昆萁就听党团，因为傅昆萁也压不住那些党团人的意见，所以他也必须要呼应所谓的党团的自主性，然后就让这个7800亿通过嘛。所以今天卢秀燕或是韩国瑜都出来要补救这个无人机的东西，那也就是对你郑丽文也是一种所谓的反对的行为啊。那我觉得说你到底还有没有希望？那你就看你，因为你占了一个好位置，叫做党主席位置。你就看你，因为你占了一个好位置，叫做党主席位置。那如果你从现在好好的从善如流，改正啊，我觉得昨天前会就讲得不错啊，你就不要再谈川普。对，在选举2026选举，不要到地方上去讲那个习近平怎么样，然后川普怎么样，你就讲地方的建设就好了。对，不是你从开始现在就不要再争论你在美国有没有见到谁，连这都不要再谈了。然后你就好好的谈这个我们的县市怎么样的打法，怎么样的方略，对你还有救。因为你至少我觉得国民党像他这样子言辞煽动的人很少啊，除了韩国瑜之外，其实很少。他有他的优点呐，或到现在当然有他的优点，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就是人望很差，你就变成票房毒药了，被所有的诸侯都排挤了。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甚至在党中央里头，你已经都受不了你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自己做了党主席之后，你有没有好好的这个跟所谓的国民党其他重要的事，譬如说韩国瑜交朋友，跟卢秀燕交朋友，跟这个侯友宜交朋友，你都没有啊，你都在骂他们啊，所以你怎么对人家，人家就怎么对你嘛。所以我觉得今天为止，我觉得郑丽文就2028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就是完蛋了，say goodbye 了这样子。你好直接哦。可是现在看起来，若芳，其实背后你说不管从军购一直到现在，那无人机所有这些，有人说其实就是国民党内部亲中跟亲美两派。那郑丽文当然有很多人把它归类，直接讲就亲中派，甚至会有人用极度亲中的角度去看他。然后呢，卢秀燕跟韩国瑜某种程度就算是亲美派，这其实这两派之间互相之间的对抗，然后再来才是2028的这一块，是这样吗？
我觉得卢秀燕跟韩国瑜真的是亲美派嘛，只是相较郑丽文来讲，看起来比较亲美派一些啦，但也不是真的是亲美派。那主要其实是为什么？就是卢秀燕跟韩国瑜，主要你去看到的是说民意的风向到底在哪边？就是从我们开始讨论军购、军售，然后到最近的无人机。其实你去看，就是民众对于国防的这一块是非常认同，也觉得台湾应该有要增加国防的这样预算。我觉得种种这些民调看起来，民众其实对于这个是认同的。那这些对于未来都抱有期望值的人的时候，他会不会去感受到？因为投票的就是民众嘛，当然，投票的是民众啊。那我会不会是觉得说，那我要顺着这样的民意，那要有一些的说法，那甚至当然就会觉得说，那你要争大位的人，在台湾要争大位的人，当然要经过美国这一关，你才有办法再回过头来说，那我们这边要争取。所以你看，卢秀燕去了美国回来就讲说，这个军购啊，我们要要支持啊。然后像这一次的这个无人机上面，他说他要怎么护国神山造山，我觉得他应该比较是想要先创造一个自己是造王者，要造自己的，因为。第一个，他可以亲美，那他也接受了美国的军售，也是符合台湾的民意，的民意的风向。第二个，他前几天不是夜会了这个北上夜会了立委吗？然后后来有被爆出来吗？他说没有，我们是集思广益啊，怎么样打造下一座护国神山？这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可以跟这一些立委们，虽然党团自主，但是我们可以沟通，而且也提出了一个，就是这个无人机版，它是必须编在年度预算里面，这也是符合这个卢秀燕所讲的这些内容。除了党团自主之外，我也可以跟这些委员们沟通，然后这个就是在这一块上面是叫得动这些立委的，是可以沟通的。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要撕掉这个国民党在这阵子。包括什么亲中反美党军购，因为大家都是认为国民党在这阵子的这个表现状况是这样嘛，可是卢秀燕就会变成是一个，她是亲美的，有站在民意的这边的，而且可以跟这些立委沟通完，是提出一个可能比较符合民众想法的这样子一个概念的这个无人机的相关特别条例啦，这些预算啊，那他就回归到一个。他是不是就是2028的造王者？那个王是他自己，那个王是他自己，有可能会变成是这样子吗？那你说韩国瑜有没有意愿？我不晓得他们现在的结盟状况啦。那只是韩国瑜现在就是，当他美国回来之后，他有没有办法在主持包含军购或者是无人机这个上面的时候，他就要有所表现了嘛？因为卢秀已经表现完了，已经表演完了，亲美，然后预算都已经这样送出来了。那韩国瑜就是之前。大家都讲说美国为什么这么高规格的去接待？除了他是这个我们国会的院长之外，因为他之前在军购是直接表达对于表示这是他是支持的，符合美方的想法。符合美方的想法。那现在就是他回来之后，好，那无人机也是美国所关注的重中之重。那这个特别应该说国民党提出了这样的版本，必须回归到年度预算里面的时候，那这个我们行政院的版本是符合这个美国可以马上说可以上线啊，然后这是稳定的一个预算的时候，那这就是韩国瑜他要怎么样表现？在未来如果他想大位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一个直接明确的表达他对于无人机这个产业或这个预算他的支持到底是哪一个方面 ？OK， 不过现在看起来，元之。刚才有没有听到若芳讲的那几个关键字？他说国民党大家对你们的印象是亲中反美党军购，就这几个字，都民进党贴的啊。但我们没有。第一个军购1.25兆，那时候是分3块嘛。跟美国的军售7800亿，已经这个条例已经过了。那另外就是委制跟商售部分嘛，那包括。这个部分没有过，但是包括就是行政院现在送过来的2100亿的无人机特别条例，就是那个时候没过的，还要再送一次。所以我觉得陈以信也不要在那边执着，这2100亿到底有几行字了啦？几张纸，我觉得不用执着。那个之前大家都讨论过，他就是要买一样的东西，再送一次而已。那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立场就很清楚，我们没有不要买，我们也都支持。只是希望说他能够编到年度预算。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展现决心了嘛，推出我们自己的版本，而且我们的版本是2400亿，然后我们的这个主要是第一个2400亿，它是分6年编列嘛，1年400亿，而且我们都写在条文里面啊，所以其实行政院它是有很足够的钱可以去发展这个无人机。那特别条例跟一般的有什么差别在哪里呢？就是特别条例就是特别预算。你一旦通过之后，他虽然跟你讲说他分好几年，但是他一次给你发包完了，跟你采购完了，你后续要监督根本就没有办法。可是我们每一年编的话，我们每年可以看他前一年购买的状况，然后我们还有防弊机制，比如说如果厂商在验收的时候有虚伪不实，还有罚则，就是可以去监督。所以我们没有要挡啊，我们希望无人机能够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那卢秀燕也展现他对这方面的关心嘛，好，然后他也是个亲美派。那韩院长的话，我不知道韩院长有没有选总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可是现在确实他的能量是很强的。你看民进党现在呢都捧韩去打正，然后就知道那个韩国瑜现在是蓝绿都称赞。他的能量是很强的。你看民进党现在呢都捧韩去打正，然后就知道那个韩国瑜现在是蓝绿都称赞啊。然后他这次去美国去，当然我觉得他受到高规格对待是因为他是国会议长的关系。可是无论如何，他那个画面一呈现出来，他就是台湾少数跟美国众议院议长见过面的人。是不是？赖清德还没见过，他见过，对不对？就是蔡英文见过啊，蔡英文之前也有跟众议院议长见过，但是赖总统就没有嘛，韩院长有嘛，那这都是他的能量，那就平常就蓄积能量嘛，那等到2028再说嘛。OK， 现在看起来的话，但是身为一个领袖人物，来讲的话，尤其要进驻大位的这些，那庄家，那蓝白合在未来这个选战里面呢，看起来是一个主轴，但是不约而同，你如果看到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政党的信任度、支持度的民调，或是看到个人来讲的话，蓝白阵营里面，郑丽文、柯文哲、黄国昌，因为柯文哲本身现在是有案子，尤其一审被判刑，黄国昌现在是有案子在侦查当中。那郑丽文呢，是在媒体上面的来讲的话，他的信任度基本上蛮低的。要进逐大位，总是要让所有的老百姓愿意把身家赋予在你身上，这个信任度才对啊。所以现在其实刚刚讲党团自主，对不对？可是现在蓝白的氛围是党员自主，或党员自救，这才是现在一个新的氛围嘛。过去的时候，国民党是一个列宁式威权政党，虽然民主化这么久了，但是还是由上而下是主要的。那民众党从柯文哲到黄国昌也是由上而下嘛，但是现在发现这个上能够撑多久，没人知道。郑丽文能够撑多久，其实也没人知道。本来呢，他们7月的时候，以国民党的传统，真的会提出党主席罢免条款吗？恐怕也不容易啊。全代会的时候，对，恐怕也不容易，因为国民党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传统是怎样？谁去挂铃铛？熊炳坤打了第一枪之后，后面有10几支枪就对着熊炳坤，这是国民党的一个传统嘛。这是郑丽文搞的，搞不好为了自救，真的到时候全代会搞不好很热闹。那柯文哲他的1审、2审。那个悬在那边，柯文哲虽然有那张门票，但是他那张门票，他到时候能够用不用得上，或他能不能拿出来跟人家当筹码，他是不是那个掌握那张门票去谈的人都不一定。那黄国昌呢？经过他2月1号保护伞到现在5个月之后，北检动起来了。那我们就知道，如果从司法侦办来讲，他的这些不管你是凯斯啊、反渗透法、国安法什么的。这么久，5个月后才动手吗？那不是摆着嘛？那是这5个月，鸭子划水，不知道掌握了多少。所以黄国昌的案情是不是很快的？我们不管是不是什么贪污治罪条例啊、反渗透法或什么，反正北检，我相信很快的。也许我们又要花一段时间讨论起诉书了。所以黄国昌也撑不住了嘛。那现在怎么办？你看到黄国昌他的一个提名状况，都引起了民众党很多人在自救了。然后柯文哲。现在也没办法去掌控全局，他去喊了这个竹北市，但是好像也没人理他。那郑丽文现在又有2个大人物在旁边，这2个大人物呢，我相信元之呢，最近呢大概跟韩国瑜又会亲近一点，对不对？又好一点了，对不对？因为你以前也是韩国瑜的那个发言人嘛，对不对？然后卢秀特别嘉宾呢，对不对？神秘嘉宾呢，所以我整个氛围之下的话，其实这国民党和民众党。
正在因为党员自救会有一个由下而上，然后这样一个文化对国民党、民众党未来发展可能不一定，但是现在他们还要想说，我们3个人坐下来或2个人坐下来谈一个事情，你看包含提名都已经没有机会蓝白合了，所以2028再去玩上次那个武汉肺炎是玩不起来的。不过现在看起来，若芳，对黄昌主席来讲的话，像什么台亚国际啦或凯斯啦这些事情，那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吗？你说对他个人有没有？你觉得他不会哦？我是觉困扰得看起来好像还好。对啊，你看他昨天那个走进去的那个玉骨啊，那个态度其实感觉不太出来他有太大的困扰。我反而是觉得，我就以这个台北市的民众党小鸡，可能就会困扰很大。为什么？因为其实是没有母鸡吗？第一个当然没有母鸡嘛。对啊，你看这个他们当然也要自己的一个盘嘛，然后所以。当蒋万安治水的状况出现，内湖的民众党要不要站出来骂？因为他的选民都已经淹水了。然后陈奕迅有站出来吗？他就站出来骂了嘛。但你想，蒋万安如果在后面辅选的时候，那要站游淑慧的，要站这个缺梅沙的，然后这些人都要站的时候，那你说他要不要也同一天要去站这个陈佑成？因为同一个选区，其实是会变成说。没有母鸡是第一个，好，那你打了蒋万安，国民党的票也不会投给你，民进党的票也不会投给你。再来，民众党的票在这边有一部分的小草，可能对于这个是有流失的。黄国昌现在这个状况，那如果你找柯文哲来站台的时候，民众大家就会问说，那你是支持狗仔拍摄，还是支持这个贪污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图利这样的问题？他的台亚国际那200万的事情，跟搜狗案会类似吗？看起来，你说他们的形式上有看起来，大家就讲的觉得看起来是类似的啊，看起来是类似，就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咨询完之后，时间太近，你汇了一笔这个进来，那你刚好，那当然有些人是说因为一个是汇到时代力量里面去，那一个是汇到了凯恩国际里面，一个是公司嘛，那只是说它的关联性上面，那一个模式上面很类似，模式上面很类似，所以。你说这些小鸡在这几个问题，他们的原本的母鸡，他们原本民众党的太阳，精神领袖上面都分别出了问题的时候，那会不会困扰？我觉得反而是下面的小鸡是困扰的，是困扰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后是柯文哲像不像2024那个时候蓝白6点协议以后然后又撕破了？那现在竹北这个会不会有那个既视感？因为他那时候突然。他们就是在抢竹北嘛，竹北的时候，那时候郑朝芳没有要选新竹县的时候，民众党也没说非要不可啊。等到郑朝芳一说我要去选新竹，竹北这边看起来有机会，有机会，对不对？然后民众党突然就说我们铁三角也成立了，也成型了哈。然后又说如果都竹北不给民众党的，国民党规划旁体。今年的东西都已经谈完了，你今天来讲，你今天高虹安，人家没有跟你啰嗦，对不对？然后你嘉义市比民调，新北市比民调，宜兰县比民调，3个比民调的地方你拿了1个，对不对？让齐凯去选，那都已经谈完了。你说人家规划旁体，人家这样的状况已经很符合你的实力，不然你还要怎样？叫人家把台北蒋万安的位置让给你，还是叫人家把桃园让给你？不可能嘛！你就是比他差嘛。那已经谈完了，大家已经要合作了。你突然讲说，竹北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给我的话，我就没办法让民众党的小草交代，没办法大家投。是啊，所以那个徐新颖就可能上不了。而且他那个话讲的不只是徐新颖啊，他还讲的是全台湾呐。对啊，你说你们不给我，你就是规划。你不给我竹北，我全台湾都不听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嘛。他说我们2党要比，要怎么比他也不讲，要不要比？他没有比哦，他是邱成远一定要。他有讲说大家要好像有讲要比，又没有说要比，他就是，但那语气就是我一定要，不给我就是你。他为什么有这个底气？我觉得他就是他们的习惯。他为什么有这个底气？我觉得他就是他们的习惯，柯文哲的习惯就是
要还要还要要再要又还要，好，就说你像上一次2024那时候不是这样吗？谈好了之后又加码，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最后还去做了几份那种很奇怪的民调进来，然后最后硬是翻桌。现在状况一样嘛，谈好了要翻桌嘛。现在状况你邱成远不给我邱成远，当然就翻桌嘛。他现在状况就这样，问题是你现在讲这个为什么没有引起反应？国民党没办法解决啊。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新竹还有更多问题啊。新竹那时候陈建仁跟徐信两个就已经杀到刀剑血，杀到那个党中央完全束手无策，最后是民调摊开来解决了。这一次的状况来讲的话，那竹北市那几个要选的人都已经讲好了，对，反正我们大家出来一个要跟民众党比民调就比民调，那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党中央有办法去介入的。你现在叫郑丽文根本没办法回应你啊，就假装听不到啊。现在状况就是假装听不到啊。可是我就觉得说，他现在习惯就变成说，我明明符合我实力的东西，好，我要了，他还不够。我觉得他从2024到现在为止，就一向是贪得无厌。可是侯总，你刚刚讲这个，如果要是他连全国选区都摆进来当他的筹码跟你谈，他甚或连2028都可以拿来跟你谈啊。2028还有一张门票啊，大家如果真的要把所有的局全部都这样，你不让我这一个小小的一块没关系，我就整个锅大家全部打破。问题是你现在的状况很简单嘛，好，我讲不北基桃，好，那些人不会理你柯文哲啊，好，不然不投我你要投谁？你要投沈伯洋嘛，对不对？你不投蒋万安，你要投沈伯洋嘛？你要叫小的去投沈伯洋嘛？同样台中也是这样嘛。那南部那两个或许更需要一点。问题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你有什么办法去解决？郑丽文没办法解决，你有办法去解决吗？你也没办法，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互相不那个，而且再一个就是说，其实你去看这一局。白营在这场选举中，议员选举中，其实是要靠蓝营的。你今天来讲，刚议员讲那么多嘛，你今天选举的时候，你不靠蒋万安帮你，你不靠蒋万安，你要去靠柯文哲跟黄国昌嘛？对啊，对不对？那白营现在一定只靠他们两个人对啊，不是，你最后其实是要靠蒋万安啊，你当然靠蒋万安这种才有票啊。黄国昌跟柯文哲现在在台北还有多少票？所以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我一定是要贴这一边嘛。所以你没有看到他们那时候前一阵不是有一个影片在讲那个三鶯线通车的时候，不是那个江宜臻把那个民众党的议员候选人拉到李四川旁边吗？你是要靠他曝光啊！你现在靠黄国昌跟靠柯文哲能够曝光就是什么？吵架嘛。不会有票嘛？有票是要曝光，是要靠着国民党的候选人。所以你这个状况来讲，在白营里面也不讨好。OK， 但仁矩，白营有一段，我觉得过程当中自我内耗的会不会太多？每一次那个初选，然后选完以后，然后又发生什么争执，然后唯一上版面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也不是一个办法。是，譬如那是台中吗？对，那个邱玉山那件事情，北屯区，说什么他初选是拿了70%几，结果后来说叫他退，是，结果闹了半天，到今天突然 po 一个什么他跟柯文哲、跟黄国昌。跟周瑜修大家一起开会的照片，结果觉得还是他去选。不是，这哪有这种事？那中间走了那么一大波，就只为了帮他打知名度吗？这个我老实讲啊，如果是第一次在民众党内谈论这种东西我觉得有谈论的新闻价值。但因为它太多区都是这样而且就算没在这一区选，大概都还可以到别区去选的情况之下这个反而我觉得这个就成为民众党的日常。你刚刚特别提到就今天的这一个嘛还特别讲说要破除流言不是，我们通常讲流言是这样就是借我举例一下，猴子说我什么，原之说我什么敏凤说我什么，这个叫流言，因为不是我本人说的，耳语嘛，那邱玉山这是你自己讲的嘞，你自己出来喊嘞，对啊。你这叫怎么破除什么流言？是你出来喊说党中央不让你选的，你只看了那个留言讲，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谈论是民众党，怎么画这个话语权都在他们手上就说他现在讲说现在没有什么不让我选就柯文哲还讲说要打造这个叫做什么最强阿姨，是不是？对，就要走这个路线，我也不太知道。这个民众党觉得自己都很强，因为其实邱玉山我在大概几年前有过一些接触啦
因为它的政党属性也是蛮多元的了。国民党待过，亲民党待过，国民党待过，然后后来就跑到民众党去嘛。他几次参加政党，他都想参选。但他的参选路其实都不顺遂，我只能这么说。那这一次看起来他是铁了心了因为很怪的，就是说，你刚刚特别讲，他有办民调啊、初选啊，就初选他胜了，却被他们的这个党部主委叫陈金龙说，其实我告诉你你那个民调你会输啊。对，你还是会输那个别人。不是，那我就不懂啊。那你办初选，那是你们是怎么个比法了？也不知道然后就说他们要派出那个什么吴黄生说这个他比较有机会赢。结果呢，大逆转了说为什么是要破除流言呢？说吴黄生呢现在不选了，也不选了，接民众党中央政策会的执行长兼发言人所以看起来就底定了所以他们就破除了这个自己说的流言感觉就归于一团和气所以民众党上上下下，我觉得有一句台语的谚语真的是可以拿来用叫做“加戏也可以赔”。民众党现在种加戏也，你知道不？谁敢吵谁就继续拿嘛，谁就继续争嘛。因为你只要敢把事情闹大的，我跟你讲，上面就会丢。上面就会丢，不然你最少换取一些空间。只要你懂得分寸的拿捏，通常不会太挂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猴子刚刚提到说，你本来就刚才攻三个县市就没有啊，你现在跟我讲竹北，我就问你一件嘛民众党现在出来喊的是，你今天如果竹北不让我让的话，你那个徐新营对不对？我们可能不是这样，或者说全台我告诉你，我民众党都不支持。那我就问嘛，国民党你现在为什么不敢直接也跟他回？如果你今天敢跟我硬上，嘉义我们也提，不要跟我什么蓝白合。嘉义是张启凯，你以为只有你能选吗？我们一样，大家都讲好的啊，你都能够自己再派一个人来跟我抢竹北，为什么我嘉义不能推？任俊讲的国民党会这样干吗？没，因为那时候在谈的时候只有谈几个县市，新北就3个嘛，宜兰、嘉义，对啊，3个，对啊，没有谈到竹北，对啊，漏掉了，漏掉了。我不晓得说县市跟县市怎么摆在一起谈拜托，不是嘛？这本来就是这个地区可以一起嘛。谈我觉得，因为竹北不是一般的县辖市，它的人口资源都非常多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比较麻烦的。真的。对，那嘉义因为已经推张启凯，就推张启凯，而且我们现在是全力支持张启凯，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张启凯现在已经挂出跟黄敏惠的合照，之前还有一个传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对，说什么我说那个黄敏惠跟民进党的王美惠是好朋友，然后说是不是他想要支持他，之前一直有这个传言但是现在传言破了，好不好？那个张启凯已经跟王美惠合照了，说要延续他的施政的政绩，然后再来就是在嘉义，因为我们的组织也比民众党强嘛，所以我们的组织也都在帮张启凯动，这个民众党自己会有感觉的我们觉得全力相挺嘛，不然张启凯到时候去跟黄国昌告状说，我在嘉义国民党没帮我。所以柯文哲讲的那个，就如果要是竹北不让，可能在全台湾那个民众党的人都不会挺国民党一些的候选人，这对你们来讲会造成压力。会啊，所以我觉得徐新颖要出来处理。不是，因为第一个啦，因为我先回答一下因为第一个就是徐新颖是首当其冲了，因为如果说竹北不让的话，那民众党不投徐新颖，那徐新颖自己要评估啊。如果不靠民众党，靠他自己会不会赢嘛？对不对？因为现在的国民党的那个候选人好像跟徐新颖是非常好，所以但是每一次选举总是有的时候要瞧一下啦。那我觉得徐新颖可以第一关了，第二个就是看看还有没有其他8大公9大佬可以出来再收一下，两败俱伤是绝对不好，而且我觉得会影响到别的县市，可能也会影响。OK， 那像我们现在在新北市，因为黄国昌退了嘛，所以对于民众党的小鸡，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支持他们。为什么？因为通常议员选举就是母鸡带小鸡，那人家的母鸡都跑来支持我们的母鸡了，那国民党当然应该投桃报李去支持小鸡。所以刚刚那个后这个他有提到，就是说，有民众党小鸡来了，赶快拉到李时珍旁边，让他们去一起这个亲近一点。因为不同党大家还是会有一点矮油，可是要常常在一起，然后一起打选战，然后才会一起胜选。来，任君，这个原之说不同党的会有些矮油我觉得他同党的自己都很矮油他刚刚说这个，因为嘉义有谈好所以这个张启凯出现，所以你那个主意他们不会用了，对他们就这个全力支持，对不对？那你新竹本来就没谈竹北本来就没谈那你吴旭智是不是出现了？你也是民调初选之后你们出现
结果今天横空跑出来一个要抢，你说哦好，他们会有感觉，所以我觉得徐新要来瞧。我敢讲，元之跟徐新颖一定不熟，因为笑太大声了。你如果认识徐新颖，你就知道，从他以前到现在选举，什么时候是他自己出来瞧的？不是这种瞧法。刚刚猴子讲了一个，说郑丽文会当作没听见，对不对？那我觉得郑丽文他当然当作没听见，因为听见郑丽文很清楚的知道，民众党的那个话不是讲给国民党听的。什么要谁出来退，要谁让一个位置，要谁怎么样，他怎么会不知道？那不是郑丽文有办法去处理的。为什么？徐新颖经过了多少的努力走到这一段？吴旭智何尝不是？你看他那4个人在那里选哦。吴旭智其中里面还有一个也是自己的同门师兄妹师姐妹啊，差不多了啊，这一样的啊。所以新竹的政治很特别，就整个新竹县市的政治后面是禅学啊。那怎么会是徐新这样？我刚刚其实听到有点错愕，你知道吗？说徐新你可能自己要跟你们自己同门的去瞧一下，不是这样干的啊。那今天同样的状态之下，开什么玩笑？他禅学如果弟子满天下。我的每一个都跟你用这个模式，今天好像竹北这样，好，国民党让步了，叫你就追，下一个出来让步，柯文哲跟他们不是不熟柯文哲的案子里面有1000万，好歹也是从人家那边拉行李箱出来的柯文哲会不知道吗？而那个事件之后，他们彼此间有多少的联系？柯文哲会不清楚，说我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拉人出来选？因为很简单嘛，我有人参选，我才有正当性。什么叫做正当性？竞选活动的正当性，还有募款的正当性，我什么都能做。柯文哲会不清楚，说我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拉人出来选？因为很简单嘛，我有人参选，我才有正当性。什么叫做正当性？竞选活动的正当性，还有募款的正当性，我什么都能做。我今天什么都让了，我今天什么都不要，就明白告诉大家，这饼我都买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台北那一块、新北那一块，说国民党说我们新北全力支持这个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今嘛是无要选议员，你今嘛会使来讲，你去叫国民党去区的，若是有要选的，你敢问看讲，你要全力支持民众党的不？他会怕啦，所以我还是回到这个，我就柯文哲其实很清楚知道，他们现在的那个队伍，为什么这个话是柯文哲出来讲？不是黄国昌出来讲如果今天竹北理论上面来讲，整个选举的规划来说，主席这个都可以由柯主席出来说，误会，这个东西全部都是由柯文哲出来。那黄国昌你的角色是什么？当主席没去啊啦。我刚才任俊最后讲的那段，明凤他会出现一个竹北出现的现象是，国民党那时候是郑丽文跟黄国昌在谈所有的蓝白合这些，但当柯文哲现在，你会发现柯文哲最近的声音比黄国昌大很多。然后又有人说，这就柯文哲跟黄国昌之间2个人在民众党里面，到底谁才是真正掌实权？未来会怎么样？他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局啦。是啊，就是本来就是销声匿迹了一阵子，后来他换了律师以后，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又出来干涉。或者跟他换律师有什么？都是打官司的，又不是因为最近又出来管东管西啊，也又推翻一堆。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啊，因为你竹北根本没有蓝白合的这个区域，所以你也不能够怪柯文哲说他硬推邱成远呐，你怎么可以这样怪人家呢？不是那时候没有谈好，不是吗？没有，这一块不在里面啊。对，不在里面啊，所以你们就推你们的，我们推我们的啊，那有什么不对？那一定为什么要蓝白合？对不对？柯文哲就是这样讲的啊。我们就是新北跟彰化，还有这个还有嘉义，对啊，3个地区蓝白合嘛。新北、宜兰、嘉义。新北、嘉义、宜兰嘛。不是，彰化怎么样？这有什么不？新北、宜兰、嘉义。对啊，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你刚刚讲脏话。有脏话好，讲错了，可以吗？可以原谅我吗？多事。对啊，那里面就没有竹北啊，也没有新竹。民凤好笑，民凤和逻辑是完全倒过来。你的意思是说，大家蓝白合只谈了3个地方啊？没错啊。所以竹北本来就不在这谈，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对啊，这个就一般的人都是这样看的。我们约好3个县市，这本是不在县市里面啊，所以新竹他就提他的啊，对不对？那竹北也不在这里面啊，那没有不在
没有想到就不算呢，哈，对不对？那你们就觉得说啊，竹北可能是郑朝方他会继续连任，所以大家有可能不要谈。那不要谈，现在就如今就没有在范围里面，所以你今天就不能说他是2024年的柯文哲，因为2024年柯文哲是签了合约以后反悔的，对，他现在不在你的这个谈判的3个县市的范围里面，我要推人不行吗？啊，你们也推人啊。啊，他反正这一区就没有谈海白河嘛，啊，所以就各自拼各自就好了。不是要推人而已，他说你要让我啊。对，那你可以不让啊。他说你要让你就让哦，那么好讲话哦。他阿北是谁啊？突然说我要推陈远，你们说你们就不要推，我管你的。那你们既然不在这个。对啊，我觉得你们逻辑很奇怪，为什么呢？没有，可是他们现在意思是说，那我如果不让你就在全台湾，因为大家讲好蓝白合啦，你不让你就在全台湾，每个地方都说不停。而且如果国民党的逻辑跟敏凤一样，其实我赞成啊。对啊。就是都不好，你没讲要来就好，大家一起玩啊！不是，现在听到国民党的声音啊，不行，我们要跟他瞧一下，当然，这才是奇怪的地方。所以做国民党做到没有骨气，你不停就不停怎样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怎样，我不爽的话，我也可以去破坏啊。你也可以做当年的柯文哲啊，我就加1-4去提一个人啊。怎么样？我怎么说？那你们不要完蛋嘛。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就各自提各自的嘛，然后2个人就拼啊，拼到底看是谁赢嘛。因为你们就觉得民进党可是蓝营的角度一定会想说，这就是渔翁得利，这就会让民进党渔翁得利。不一定啊，他们一定都这样想啊。啊，你们就退好了。如果你们觉得会渔翁得利的话，那你就退啊。啊，所以柯文哲就赢了啊。熊的，就是那句话啊，熊的。熊加熊。对啊，所以就本来我柯文哲为什么要让？我们本来3区里面就没有这一区，我为什么要让呢？可是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很奇怪。你刚刚讲说柯文哲这么强势，可是黄国昌也没有意见。对啊，所以在民众党里面，现在就是柯文哲的意见了。对啊，当然是柯文哲出来就是柯文哲的意见啊。那当时是让着黄国昌，可是黄国昌搞了这么多坏事情，对不对？他搞了什么坏事？搞了那么多乱，对，他的初选到现在乱了几拖啊，对不对？那这个邱瑜山只不过还他公道而已啊，他本来就民调就赢了，对啊，而且他76比24，对，加起来100%啊，那他为什么不选他呢？对不对？所以柯文哲是主持正义啊，主持公道，你要恢复秩序，不要让黄国昌乱搞，对不对？黄国昌只会挑他自己喜欢的人嘛，然后那个民调即使输了，也继续支持那个叫做那个男的叫什么邱瑜山的对口，那个叫什么吴黄生啊，对啊，那凭什么你民调输还支持你啊？这不没讲理啊！所以当主席出来管这些是对的啊。那咱竹北就不在蓝白河里面，那就各自拼各自的，有什么不对？OK， 不可讳言。那全国每一次在地方选举的时候，那大家关注的焦点最重要的几个地方，当然你会摆在台北、新北，尤其在双北都是互相的一个联动。那在今年呢，对于蓝营来讲的话，一直对于高雄，然后一直觉得高雄对他们来讲是有希望。然后绿营这个地方呢，那目标就摆在新北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台北首善之区，大家一定会看。那在上礼拜一场淹水，然后一直到现在余波荡漾，包括对那个发慰问金那个4楼的住户，然后今天呢，绿营的人又继续那个大家还记得那个遮阳伞吗？遮阳伞，那绿营又拿出来再讨论到遮阳伞一些的问题。不过讲到那个4楼住户的慰问金，讲完你可以想象他一定会被问到这些，他有什么样的回应？来让你看一下。因为内湖住户误领慰问金，您昨天有称说这位受灾户他自己自称是受灾户了，但他昨天现身说他当时有跟您说他是住在楼上。我昨天也强调过，区公所就是依照造册来发放，而且一定会做相关的核实比对，所以我们就会依照相关的规定跟程序来办理。那市长他到底有没有跟您说他是受灾户，还是说他有说他住楼上？其实我昨天也说过因为在第一时间我们就是针对受灾户发放1万的慰问金，那我们也希望即刻的给予相关的慰问来让受灾户能够心理情绪能够先平复。来，罗芳，他刚刚讲第一时间给予这个受灾户慰问金，那你到底知道望眼这样看去谁是受灾户？那你当然。
我有去问啦，就是当下，因为那一天去发的时候，其实这个市政府那边就有讲。哦，有造册。那时候不是当下就有讲了吗？那因为那时候隔天就有人传出说啊，为什么4楼有，有的1楼没有拿到，不是就传出这样的声音吗？当时的市政府就在讲说，没有，我们市政府都是用造册的上面的名单来做发放嘛。那合理来讲，就是当下蒋万去到现场发的时候是有造册的，你才会知道谁是受灾户，谁要发嘛。但我今天问了社会局，社会局说这是区公所造册，我就说区公所你那一天到底什么时候造册？他们前2天才造册完毕。前2天。你说今天往前算前2天？前2天才造册完毕。才造册完毕。因为我们都有去跑过一些行程，你发现金的时候那个造册是什么？它是一整叠。然后有身份证、有名字、身份证、有户籍地址。你要拿着身份证来，然后他一个一个对，然后对你的身份证资料、对名字，还有对户籍地址，然后最后盖章，然后再把这个慰问，就把这个发放的，不管是回馈金这些，他再交给你。那一本叫做造册，那一本叫做因为那一本是最后我有发现金的这个动作，不管回馈金或者是慰问金，因为这是政府的钱，所以他要把这本造册再送回去区公所，以示就是说我这些钱几份发几份出去，是几户来领几个来领，这是要造册嘛，每一次都要造册。那区公所现在讲说，没有，他们前2天才造册。那请问一下，蒋万安那天去就是一个，市长来了，讲来就发，讲来就发，看到人就发，发错了，现在出问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SOP 的一个事情。那你在救灾上面被游淑慧，不是我们讲，是游淑慧议员讲说，这是这个整个市府团队不是螺丝掉满地，是根本找不到螺丝，这是救灾的情形之下。那善后的SOP， 你光造册，你根本没有造册，你就开始发，那你也让这些民众最后，我也不知道说，那我这里到底谁可以来帮忙？那之前淹过一次，后面这就是礼拜天的时候，那天不是又再淹一次吗？之前淹过一次，后面这就是礼拜天的时候，那天不是又再淹一次吗？但范围没有那么大。那你之前26、25的时候淹水之后，你有没有 SOP 的善后？你的水沟到底有没有清？因为那个都是黄色的，人家说是味噌汤那个里面的水里面有没有淤积？你有没有再去清一次？看起来是没有，因为包含我们大直的北安路海基会前面那一天最高时雨量，应该先讲了，3小时累积的时雨量是90，然后在那3小时之内，最高测到的时雨量叫做50毫米，根本也没有78.8，一样淹水，淹到民众讲说，我只是出去买个水饺，怎么从店里走出来已经淹水了？所以你的善后的 SOP 也完全没有，这其实就是一场淹水。你把整个国民党的包装政治的形象直接全部撕开了，你撕开了，那水沟没有清，水沟里大家等一下川哥各位讲山苏到底需要多久的时间可以在水沟里长出这么大一株，真的要变开心农场了真的要变开心农场了那但是你的水沟到底有没有在每一年的防汛期4月之前，你有没有去清？你有没有去做好 SOP？ 就你整个没有做好的时候，就是淹水来了，台北市变成一个火锅城。那你四川真的也不用讲，因为整个台北市之前你是我们的副市长，你才在去年才刚离开而已你去年才刚离开，那在这之前你的工程包含防汛这些所有的都是在你挥好之下，难怪他要说这个去到新北先讲了一个要先路平灯亮水沟通，原来其实在讲台北市，因为我们通通都没有路平，没有水沟，没有通，灯也常常坏掉。现在看起来，算下那个杉树到底怎么回事？我是觉得说最近我开始研究生物学，对不对？上个礼拜在什么议题？在头上对对头上，然后现在是杉树是什么？现在是杉树，就是又在水沟里面一清出来一个杉树，这杉树我坦白讲很难种啊，因为我自己在阳台里面也会买一些盆栽，我从来没有养活过。真的吗？对呀，不好种它的整个环境或什么其实是很挑剔的耶，而且呢，它下面还有一层土壤。
对啊，杉树下面一定有一堆，他自己会把土壤。但是水沟里面有土壤。第一个就很怪了，第二个呢是有媒体去问了农业专家，要找到他们去估了30公分到40公分，要2年。哇，那个杉树可以种到2年，就可以长成这样子在水沟里面。所以上次又有投沙，然后现在呢也有人呢，反正就参选人或怎么去了吧，对不对？然后去清的时候，就发现，你看这边那个水沟的排水管没有清到那些草之后，没人发现这边竟然有个排水口。那确确实实，因为台北市坦白讲。台北市的排洪设施、防洪设施全台湾第一，而且花了60年，不可能有问题。那出了问题是什么？那就是有些地方没有进到细节嘛。不过呢，台北市现在出的状况，其实蒋万安出的状况是什么？他自己一些特殊风格，把自己陷入水深火热，譬如水都退了，就现在还在讨论这个水的问题。那火热的是什么？最近太阳很大。对。然后呢，信义区本来不是有8座遮阳伞吗？然后现在呢是在西门那边先有了，但是呢一看了以后呢，奇怪，先前讲是杏鲍菇，现在又变成是秀珍菇。两个不一样。对，又变成是秀珍菇，还是木耳，对，都不一样。那你会让人这个有什么问题？这个呢，后面新公书讲说，这个不是那个信义区原来那个8座。这个不是一座744万的那一座，信义区的是那个，因为这个蒋市长说，因为政府单位说信义区比较潮流时尚，所以要有造型的。那这个是陆巡厂商捐的。这个对，巡检的这个厂商捐的，捐了这个雨伞比较阳春的啦。但我觉得台北市原来是有这样分信义区就卡高级我们西区这里西门町也是国际观光的地方。所以你高尚的地方可能不能只是杏鲍菇，你可能要灵芝。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秀珍菇。然后像我那边是比较偏远，在接近那个木栅区的旁边的河边，所以给我木耳就够了。难道是如此吗？不过整个状况你看，包含这个杉树，台北市什么时候变成了那个所谓的台北农场？然后呢，你可以种这么多，但是我说为什么是蒋万安的问题？坦白讲，发钱这个补助金本来就长期有规格。你市长去到那天，你不能因为你前2天人家发现你不在，你那天去发钱的动作本身就不够专业，然后代表你心里在想的，就是因为那个钱本身就是公帑，就不是你这样子的，所以后面出了这种事情。然后另外一个，这些阳伞也一样啊，这阳伞或怎么样，你自己会被人家攻击，就是第一个12区区不同，一式两伞，那如果12区有12伞吗？然后第二个是你这个预算已经讲了好久了，你要动工好久了，那人家厂商呢一下子就给你做出来了。那如果真的是为了遮阳，为了怎么样，所以就变成你的市政里面这个混乱。那当然，以台北市的结构，也许他的连任之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还没到危机。可是后面是，如果你处理事情，然后动不动都变成是一个公关，然后变成是危机。公关危机是自己造成的，那恐怕对蒋万安未来之路，人家对他的信任度现在没问题了，因为他看起来不会是2028，2032恐怕都会不断的再拿出来讲。人事这些对蒋万安市长来讲，刚才讲包括发那个慰问金的 SOP 的制度，因为你会注意到沈伯洋也一直在打这些，他也跟你讲说，如果是他就不会犯这种错，什么类似这样。然后包括这个遮阳伞的这些，会造成什么影响吗？我觉得做不好就，因为这个市政方方面面啊，所以一定会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个每个县市都一样啊。那但因为今年刚好是选举期，所以呢，很多事情就是会被放大，这也是会有啦。那刚刚讲说发错钱，我觉得确实就是要造册嘛，然后按照那个上面来发，比较不会出错了。但是我觉得被放大就是说好像真的做得很不对，可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极端气候，那以前城市的排水它的容量就没有预料到强降雨嘛，所以当然各个县市都，你看高雄淹得更严重啊，但主要是要看水退得快不快啦。那台北是退得算快的，不过呢，能不能更精进的地方还是可以。比如说淑慧他就说，有些局处要上紧发条啊，应该要把那个救灾的器具啊或抽水的赶快进去嘛。我今天真的发现你真的很圆，叶圆之。没有，我因为任何人被淹水都会被泡到都会不舒服，当然市府就是要去协助，但是也不要无限上纲到好像这个市府真的很烂，也没有，就是强降雨嘛，所以要看那个水退得快不快。
然后至于说那个伞的话，对我也有看到市政府有出来回应啊，就它是2个不同局处的不同计划。信义区是因为考虑到时尚，所以它有兼顾景观以及遮阳，还有要长久保存的一个公共设施，所以比较贵。那它现在在试办其他路口嘛，西门町有，好像那个松山、南京小巨蛋附近也有一个。那这个就是快速收合，主要是以遮阳为主啊，不同的目的。刚才若峰刚刚讲那一段意思是说，你这样如果让西门町应该是在万华那一块嘛，对，它是属于万华这些。那万华区的人会不会听了心里会不舒服？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是什么潮流什么，那我们这边潮流，所以要有设计感的。对，他会不会听了不舒服？选举就是这样，你知道那个 kimoji， 你讲的东西会不会让我不舒服，就会影响到选票，会不会？会不会影响选票？我觉得台北市民不会，我不知道啊。等一下，那个媒体又说，一直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选票？我觉得台北市民不会，我不知道啊。等一下，那个媒体又说，一直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呐，对，都会有影响。但是到底影响层面多少，我这个我没有，那个科学数据啦，这要科学数据。对，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在每一个行政区都有各自的特色，但是你不可以把它有高低之分。就是好像信义区它高级，所以我就要用特别好、特别贵、特别漂亮的、特别有造型的。那在西门町这边，就是反正没关系，厂商送的啊，就用一个可以开合的伞，就这样。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种说法是不对，因为今天不管什么样的造型，它其实功能是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下面啊，不要有淋雨啊或者晒太阳，其实可以遮阳，我觉得都对。但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都知道，每个厂商其实来标案，你说不赚钱是不可能啦，一定要赚钱。但是因为一开始其实遮阳伞的这一块，它其实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其实从去年就有各自的议员都有在质询，都有在质询这件事情。其实你去调监视器就有，然后包含林延凤议员，包含我们去韩国回来，我们就说，这好多种，我连那个路面上的这个地板上的红绿灯我们都拿出来讨论过。那当时这一件事，这个雨伞，林延凤去年的时候提出来的时候，局长那个局处怎么跟他讲？他说这个难以执行啊，没有办法。嘿，那你现在要突然告诉我们说，厂商送。为什么？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要去看，因为准备要开始续约了，因为我们开始这个要开口合约要重新去标案了。那你用这种方式，如果说我们应该标案是不是能够续约？第一个要看你标案的金额嘛，然后还有你的执行的状况嘛，还有品质嘛。那你现在让他送了这个的时候，是要让他加分，还是要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后续的，只是这一个伞，那。它后面，我觉得不应该说有一个各行政区的一个区分啦。那如果你可以编预算，那就自己做啊。那为什么要被厂商来做？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明凤，蓝绿之间现在目光的焦点，台北当然，在媒体焦点一定会在台北，但是蓝绿之间这次选战，社会有人直接讲，就看2个地方，蓝营攻高雄能不能够拿得下，绿营打新北是不是能够吃得下？各自，尤其是新北，如果绿营拿下来大胜，高雄拿下，蓝营如果拿下高雄，也算很大的一个胜利。会大家重点就摆在这里看吗？没有啦，就是高雄真的对绿营来讲会这样吗？高雄不会啊，对，怎么会呢？高雄现在民调还是领先的啊，所以不会有什么高雄换新北这种说法的啦。你不要笑着讲这样。那对啊，那所以说这个这当然就是说有过去有个民调就不晓得是谁啊，是 T 台做民调，叫6%什么之类的。对。那这样当然就会说就会引起大家对于高雄有一些这个想象的空间啊。高雄还有一个 T 台，高雄还有一个民调是0.几%吧，柯真只输了0.几%，有一份。
对啊，有一份嘛。对啊。然后后来那个赖润不是又做2份，赢了10几%，赢了10几%的，对吗？所以高雄就是这样子，大家都很爱做民调，那民调的差距又很大嘛，所以大家就会开始讨论说啊，高雄啊，到底是要怎么样？那当然啦，高雄这次的确是。绿营有点不好打啦，因为这个所谓的，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现在团队还是在整合当中啦。比如说，你铁拳教育要不要回应这件事情，你的团队应该要有一个准则嘛，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韩剧而已，那你就随便说我们都反对这样。不是随便说啦，你要慎重的说，我们都反对这种校园霸凌，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再去被人家留口，这个说啊，你这删什么留言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是觉得他的团队可能就是说还在整合当中，所以一些譬如说突如其来的危机会比较难处理啊，会比较处理的大家好像不如意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也是在进步中啊，他现在民调也是有往上有稳定的在领先中嘛。那我觉得就是当然个人因素的话会有点当然又会有点影响。可是问题是在这个郑丽文的大旗帜之下，我觉得高雄是不可能异色的啦。对不对？那郑丽文就很喜欢去高雄找柯志恩聊天啊。那这柯志恩就不大喜欢。他说越艰困的地方，他越要多处理。对，所以他就很想去高雄跟台南嘛。那可是柯志恩就点了卢秀燕、韩国瑜跟蒋万安嘛，然后就唯独没有点郑丽文。所以说高雄这个地区，我觉得当然啦，民进党有些候选人个人因素或是团队整合的因素还要努力啊，但是我觉得高雄要输，我觉得比较困难啊。那新北呢？新北目前川博还是领先啊，那新北但领先不多，对，领先不多，所以说，但是就是说。因为新北现在是是这个蓝营执政21年，他现在问题是说他领先的实在是不多，那你照这种局势来看，他就会有危机，因为你在一个就是说执政啊，大家对侯友宜的执政满意度也很高，可是你完全没有接到侯友宜的棒，那这个就是说你应该，而且你当时出来的时候声势也很高。可是为什么你到现在只有领先那么一点点？领先一点点，在这种时候就是没有领先呐，就是我不能说五波，但是他就是会在选举的时候会突然翻盘，因为你领先的不够多，这是你的地方这是你的地盘，你应该领先的10%以上，这个才是稳的嘛。那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只有领先6%或3%或4%的时候，大家当然觉得就是说你就是打成平手，那苏巧慧在这里这个突然下去跑基层，当然跑的时间比较久，但你四川你要想办法啊，你也要去跑基层啊，那你个人因素也有一些影响啊，因为你可能没有苏巧慧长得可爱啊，然后你的亲民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没事所以这赢5-6%，中间赢5%就是算一个危机嘛。那你输了之后，那你郑丽文就要下台啊，新北就是要下台啊，对啊。大家就讲说你整个新北的。因为侯友宜已经要下台了嘛，所以侯友宜不用下台，但是你郑丽文就要扛起这个辅选的大将。不过现在看起来，任局，本来蓝营寄望蒋万安在台北整个声势以外，能够外溢到尤其新北，是因为川博毕竟是他的副市长过去，所以这仗得失不只是郑丽文，包括连蒋万安大概都会非常在乎，甚或他未来进驻大位都会摆在这。可是刚刚讲到那个从下雨啊什么一路的，对蒋万安来讲的话，绿营有一个策略，就我最起码好歹要把你。绑死在台北，让你不要到处西给爬爬照这些。目前看起来是嘛？因为这次下雨这些，那当然他不是有一个直播的一些节目这些，后来还找公务局长要去直播，这是不是表示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也觉得必须要很慎重其事的去做解释，要不然会有一点小伤，会吗？我觉得可能不是小伤的问题，因为刚刚提到说希望把蒋万安的效益能够外溢，现在看起来他连内部都先淹水了，你要怎么把它外溢出去？外溢出去的那个变成是反效果嘛？还希望是清澈的水，结果呢有外溢出去都是这个滚滚黄沙啊，这个当然不会有好处哦。我先讲就是说，因为他因为他现在开了一个频道，老实讲啊，你说
做研考会主委，每天把自己弄到这个上台面，有点是不是在走郑丽文路线哦？但是你光看就是说内湖强降雨要一次讲清楚，要把公务局长黄义平这些都找来。其实我老实讲啊，这个实质上意义有多大？因为内湖就是淹水。这个实质上意义有多大？因为内湖就是淹水。你能够讲，你觉得你会期待公务局长会出来跟你讲说没有，我跟你讲，我跟水利局我们其实这1年多都没在做事，所以他淹水了。他不会这样说吧？当然，他一定会讲，我们都按照规定啊，我们都有按照在做啊，就最后结果为什么淹了？因为雨太大，水就排不下去，因为英伟自己都解释了，什么1根吸管、2根吸管，然后到最后就是这个吸管的水就是没有下去。我觉得大家想好奇问的是为什么没下去嘛？所以才会有刚刚那张照片嘛，就是这个陈佑兴他们，三叔的那个那个自然生态蛮厉害的，还有陈佑兴他们台北市植物园。他可能破坏了地下那个生态环境，可能稍微找一下，搞不好里面有大密宝。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他们有去挖那个水沟嘛，就才找到了一个，其实是它本来应该是一个下水道的口，但其实早就已经被封住了，所以它根本就没有办法下去。我觉得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一点嘛？那你觉得在这种直播里面有可能会告诉你讲说，对我们其实发现到哪个地方没，光连三叔那件事情，台北市政府怎么说？我们有去巡过，但我们那天没看到，所以大家如果有看的话，记得通知我们。不是，你怎么过干嘛？我过，我前面赶过来嘛所以我觉得对蒋万来讲，他当然伤，特别是那个1万块的那件事情。我昨天在那个友台的时候看到，因为友台他们就先找到那一位那个4楼住户，对那个住户嘛那个住户一副就是说买啦，咱卖去港消摊这啦，我们不要去再讲卖港批啦，他讲法叫卖港批啦。那我就讲你北市府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讲实话，你的市府的高层就是贪，贪什么？你贪图媒体的曝光嘛，你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觉得你跟他们站在一起，你跟市民站在一起嘛，你也贪什么？你试图透过这个动作的时候，让这些市民愿意再更支持你，你也贪，你贪什么？你贪希望在这些东西之外，大家觉得蒋万安其实魅力不减。他可以继续发挥他的外溢效应，但是谁会想得到的是，当大家告诉你讲说你发了1万块，是给了一个非1楼住户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大家是真的没想到，是还真的有人去把那个1万块拿回来。我觉得还是大家会觉得拿回来公款呢？不是，你听我讲完嘛。贪污啊！刚刚小芳就讲了就说他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一直告诉大家有造册。你去看当天他们拍的那个画面，有多少人在拍？你告诉我册子在哪里？他没有嘛？他明明就走到那个地方，后面幕僚1万块那个红包就拿出来，然后直接发出去，那个画面都有嘛？你有看到哪个区长、哪个里长那边丢哇？你讲我这里下面猫咪狼一段下面所在无嘛？所以不是说你把它追，当我知道啊，你说不行，我因为这是公款或什么，所以为什么人家会讲说讲话你也可以自己出掉嘛，或干嘛？你不一定要拿那一笔来讲。但我现在回来的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好奇，是你居然想到一个方式是把它要回来。今天那一个住户跟你讲就丢了，我是多少？我一刚就跟你讲啊嘞。我到老店，我都跟你讲我到老店，你给我讲啥？没关系，我们从宽。你宽到最后是不好意思原来你就是住4楼。你知道那个昨天那个我看到有台留言，居然去访问那个住户，你知道那个副住户说。真侪人拢讲这是我自己去偷的嘞，他背负了一个骂名，他很担说我是从4楼真的委屈丢1票啊，就丢3票，不是我不管他丢几票嘛，好，那现在更尴尬，那记者就访问嘛，对，他这个住户也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我都卖我都卖泡水啊！你说他的那一定买1楼嘛？对啊，所以他说在一个。那你现在是希望怎么样？以后住2楼以上的摩托车拿上去，扛上去吗？不，你不可能吧？就这个住户跟你讲，你要讲我踩水有啊，我摩托车就泡，我拿去修，他也跟我讲说会坏掉。你用1楼作为这个淹水的标准，但我不是去批评这个啦那1楼淹水是不是代表它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财损？我也不知道，因为财损有高有低嘛。对。好，你现在把它要回来了之后，他跟你讲说你讲被财损，我这台我都卖，我干不起我的财产嘛？我嘛是算受灾户的。
我不管，为什么？我们只有登记有按320几户，那个是我们准备要发出去的钱。那我就讲啊，你那一天是拖着300多万到处跑吗？因为你讲造册嘛。那一定不会是拖300多万吧？那你怎么知道你会遇到多少人？你怎么知道你会多少人？还是你就觉得我就准备？很难想象执政4年还会出这种纰漏不，你太平年太过太久了，就是到最后，我觉得大家觉得荒谬的事，我不知道他动员多少力量哦，是不是开始沿路调监视器哦，甚至这样去找出 AI 人脸辨识，找到这个人原来他真的住在4楼，还是说住在什么地方？我去按他电铃，对，我去给他叮咚。当然是看电视看到的。不，这整件事情没有，他说是里长去按他们家的门铃，还不是他自己主动叫出来的。那我就讲啊，你那一天是拖着300多万到处跑吗？因为你讲造册嘛。那一定不会是拖300多万吧？那你怎么知道你会遇到多少人？你怎么知道你会多少人？还是你就觉得我就准备？很难想象执政4年还会出这种纰漏不，你太平年太过太久了，就是到最后，我觉得大家觉得荒谬的事，我不知道他动员多少力量哦，是不是开始沿路调监视器哦，甚至这样去找出 AI 人脸辨识，找到这个人原来他真的住在4楼，还是说他住在什么地方？我去按他电铃，对，我去给他叮咚。当然是看电视看到的。不，这整件事情没有，他说是里长去按他们家的门铃，还不是他自己主动叫出来的。不是啊，就是说他发现这个人是住4楼，看到电视他发作。所以我就讲，就是说你整个的那个太平关其实很好做。我觉得他今天处理，就是说他为什么现在开始不断的要拿这件事情开始要来解释，因为他很怕这个东西是大家再去讲。可是我觉得对民众来讲就很简单，它就是淹水，它就是淹水。就跟当时在讲老鼠的时候状况一样，你一直在解释说台北市老鼠没那么严重，结果就一个照片告诉你讲说某家马尿去，马尿去，一个你要去给我推婴儿车载老鼠出来运动，结果你今天跟大家讲说我在清，比不上一张照片跟你讲说我有一个长了2年的三叔，那么的夸张。那或者你说选举年代所有的市政都会被拿出来检视，大的小的当然都是这个样子，只是这些事情在做的时候。刚才敏凤跟任俊都用了太平观来形容这些，是吗？我觉得有点多少是有点螺丝没松紧，没上紧啊，就是因为苏慧讲的最重啊，对啊，他是说不是螺丝没上紧，是没有螺丝。对啊，从那个越南面啊开始啊，那家我觉得就是说，他的确一定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包括。你在整个清淤这些东西，你到底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确实，或者说发放这上面，我觉得这些小事当然会对他来讲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但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他不太容易有相对剥夺感了，才是。好，因为他就是一个嘛，好个案。那你说他不是相对剥夺感，他是敏凤刚刚讲的施政4年，对，就这些，而且。造册这理论上大家应该都通嘛，就是造册，然后按着发，大家就这样。但那天一定是要求快，对他一定是要求快，一定是要求快嘛，对不对？他是要求那个画面，对嘛？就是我市长到了，我要发这个，那就变成说，所以你那个市府团队在选举这一块的那个大脑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吧，就是说你没有安排，没有处理的很好。但回过头来讲，就是说也是因为沈伯洋太弱啊，所以就变成说啊，这样也可以啊，我就这样，因为沈伯洋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情打中啊，今天还被钟佩君酸万方医院的事情，对你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人家螺丝松了也是这样过啊，那怎么办呢？那若芳是因为沈伯洋太弱吗？我觉得应该是说啦，沈伯洋第一个他出场比较晚，可是你去看。在淹水之前，沈伯洋当然会提出他对于台北市的一些愿景，或者是一些遇到的一个问题，他的想法跟解决的一个方案。那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将这个蒋万安，他在这执政上面，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媒体的中心焦点。那现在是大家堆叠出蒋万安，他在这几年，因为前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可是你看他在这1年多、快半年、快1年的时间，
从备稿，然后大家就开始帮他做文章，网友帮他开始做影片，然后从备稿完到火锅，火锅完，前面是老鼠、蟑螂到火锅，然后到最近淹水完又变加汤。你去看他那个影片，他是把前面所有大家对他的这些 image 的印象，然后变成最后一支超猛的影片。那你说这会不会有影响力？会，因为民众大家都看到了这种影片啊，因为它比较。你用影片的呈现的方式的时候，就像我们那时候讲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韩国瑜会用膝盖走路一样，因为那影片已经传到他已经跨过了一个同温层，是年轻人大家在看，而且是确实发生在可能住在内湖的年轻，他就有感就是怎么淹水了，而且还连淹2次。如果赵若芳刚那样讲，来，袁志最后30秒，对蒋万安来讲的话，那些影片的流传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我是觉得还好啦。其实我乐见台北市的选战热一点，因为以前。我们都觉得说蒋万安是不是稳赢的，然后媒体都不关心，反正稳赢的嘛，没有什么精彩度。但现在沈伯洋加入就不一样啊，因为沈伯洋每天都乱讲话，然后那个蒋万安就要去回应啊，那就热战啊。那热战之后全台效应嘛，就是你觉得蒋万安讲的比较有道理的话，可能就比较偏向国民党；觉得沈伯洋好棒棒的投民进党，所以其实我也蛮乐见台北市的选战这么热。OK， 未来选战只会越来越热。那对于不管是各地方的一些市政、县市政的一些的检讨，那对于选票上面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那在未来，尤其是各政党之间、政党中央，不管在两岸上啦或各方面的一些属性，对于选战又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